个人中心疗法呢，事实上是在1950年以后慢慢的被发扬的。因为呢，他们觉得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太过注重过往，也讲到说呢，美国西岸的所谓的行为学派太过注重制约反应。他们呢就认为说，几乎这两个学派都忽略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其实它有它的价值跟应该要去尊重的地方，所以他就慢慢的走到所谓的人本主义。主要的倡导者叫做 Carl Rogers。Carl Rogers 呢，他基本上呢，他就是这样子一个背景下，慢慢的去提倡说，心理学不应该太过注重过往的经验，以及呢太过注重所谓的学习的经验，而是应该是去尊重一个案主之所以成为一个人，应该要被全然的尊重，而治疗师呢应该要担任完全的一个尊重者，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他从尊重案主，然后也尊重自己，然后呢慢慢找出一个那人如何在他的辅导当中被改变呢？其实他慢慢的找出，原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尊重案主之所以成为一个人，不管你是一个罪犯、死刑犯、性侵害、家暴、加害人，都应该要被完整的被尊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他产生了他的想法跟他的情绪成为一个人一致性的一个落差，让案主自己去发现后，案主慢慢的会找出他的方向，然后让自己可以慢慢的去改善。他最主要的论述，他强调的是说，改变案主的关键其实就是案主他自己。其实呢，就是让当时的心理学界有一个很大的警钟，让他们觉得说，原来不管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者是行为学派，都太过注重于外物，也就是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学习，这些呢，通通在 Carl Rogers 的一个理论里面呢，他提出，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一个人来尊重他是怎么样的想法，那他是怎么样的感受，都要去全然的去尊重。在1940年的时候呢，都把他那一段的期间呢叫做非指导性諮商，因为他强调的是说，我们的諮商不应该去期待案主，或是去鼓励案主，或者是去强迫案主应该要怎么做或怎么想，那他才会改善问题。他说认为任何的指导其实都是错误的，都是强迫案主，因为你不尊重他，你才觉得说他应该要去改变。那他认为这个是不应该的。然后在1950年以后的第二期呢，被认为说他的辅导原来就是比较接近的是案主中心，英文叫做 Client-Centered Therapy。那差不多在50年到差不多70年代，他有写出一本书，中文也有翻译，叫做《成为一个人》，叫做 Becoming a Person。在那个本书里面，他就强调要把案主当作完整的一个人来看待，因为他有他的感官接受外在的事物、想法、期待，但是在治疗师充分的无条件积极的关怀下，那案主呢慢慢的会重新去思考他的所行所言所思跟社会期待是不是有落差。那这个时候呢，案主自然会走出一条让自己更周远的路。因为这样子的说法他在那个时候呢就会被认为说他已经走向了比较像是所谓的个人中心学派。第四期在1980年到1990年的时候呢，那他这个取向就被广泛的运用，甚至呢他也将这个方法运用来推广一些种族、宗教、区域的冲突，他把它拿来推展到更极致，甚至去推展世界和平。那他个人呢也因为这样子而被提名诺贝尔的和平奖。这个个案中心呢，它的发展的4个阶段之后呢，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呢，是我们在治疗的技术上面，一定要先协助案主去澄清他自己的感觉，协助案主来自我了解，然后厘清自己。再来就是说，去澄清案主的感受当中，转移到案主呢来了解自己的参考架构，他自己是怎么样想问题。那第一个刚刚已经讲了，就是要完整的去接纳案主的感受，然后到第二个呢，案主呢自己就慢慢的就会去重新去思考自己是怎么样去看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治疗师需要做的叫做无评断，就是不去评断案主的任何的想法或做法，只要去能够适时的去反映
甚至去同理。同理还可能分为初层次同理心跟高层次同理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案主呢就会发现说，如果能够被正确的同理了，那案主呢就会慢慢的去找出那他自己可以怎么样修正他自己。个人中心学派它的强调点就是整个治疗的成功呢是来自于案主，所以治疗师呢只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用正确的同理心来同理我们的案主，那案主就会慢慢的生成一个内在的力量，去修正自己内外的落差，慢慢也能够去找到自己内在外在的资源来改善这些落差。他的人性观呢到底是什么？他强调的人是一个值得信任、有正向积极的心灵。他认为人是值得信任的、丰富的、有可以自我了解的、有自我指导能力的，而且能够改善自己，让自己过得有效率，而且能够有创造力的生活。所以治疗师呢，能够体验并且传达出他们的真诚、关怀、无评价的理解，那当事人自然呢就会产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他认为说呢，一个治疗师应该有3种特质。第一个叫做一致性，那一致性呢，包括真诚跟真实，必须要内外一致。治疗师在对案主跟对自己都是很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也鼓励案主要慢慢能够做到一致，也就是要真诚。再来第二个呢，就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怀。最重要的就是不可以去评断案主的任何想法或行为，而是呢如实的来同理他，让他反映给案主，让案主知道说，那你这样做你的那个感想是什么，你的想法又是什么，那都不去评断，只是让他去透过同理心的探索，然后让案主去理解自己的行为或想法的来源是什么。那第3个就是正确的同理心的了解。正确的同理心的了解呢，基本上就是呢，慢慢的去探索案主的感受，去理解他那个感受是从哪里来的。慢慢的，案主会自己会慢慢讲出他自己主观的世界是什么，可能幼年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他以前曾经学到过什么样对或错的事。在这个第3种的一个特质下，那案主呢，自然就慢慢能够减少防卫。然后呢，对自己更开放，然后也会对外在的世界更开放，而且会用更圆融的、更建设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来改善自己的行为。那基本上呢，他的人性观在这一点呢，就慢慢的能够鼓励案主呢，让他自己做到自我实现。那我们都知道，自我实现呢，是马斯洛他的需求5阶层里面的最高的需求。其实人类在第5个阶段。第一个呢，基本上就是生存的需求；第2个需求三角形的最下面就是生存的需求；再来往上呢就是安全的需求；再来是归属感的需求；再来是尊重的需求。第5个需求就是自我实现。每一个人都会慢慢的走向自我实现。个案中心学说呢，他们基本上就是鼓励案主慢慢的去找到你自己，可以让你理解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或做法，然后慢慢的去做到自我实现，找出自己未来的生活的乐趣。那如何去做呢？那案主呢强调透过的去包容他，去理解他，然后让案主去找到自己，整合自己内在的资源，再去跟别人互动。以上就是个人治疗学说的人性观。